哈里那边还在变着法放风要回国争安保，算盘打的白金汉宫都快听见了。结果凯特王妃直接用一场24小时连登3座最高峰的极限挑战，把所有热度连带着哈里那点小心思全给截得明明白白。很多人只看见王妃体力惊人，抗癌康复太励志，可你往深了扒就会发现，这哪里是一场公益徒步，这是威尔士王妃亲手打响的一场王室形象攻防战，一步一个脚印，直接把王室未来的基本盘踩得更稳了。先给大家啰明白这事的分量。凯特挑战的这个英国3峰挑战赛是户外圈公认的魔鬼难度，24小时之内要连爬苏格兰本尼维斯山、英格兰斯科菲尔峰、威尔士斯诺登山3座最高峰，全程徒步37公里，累计爬升超过3048米，3座山之间的车程还有740公里。说白了，就是一天之内连爬3座泰山，中间还要赶几百公里的路，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有。别说刚抗癌康复1年多的人，就是常年健身的年轻小伙子，能完赛都得脱层皮。凯特是周六傍晚悄悄出发的，全程独自攀登，只在最后一座山的山脚安排了山地救援队待命，连个随行的王室工作人员都没带。登顶第一座本尼维斯山的时候，山里全是浓雾，温度低得刺骨，他就穿着一身防水冲锋衣，站在山顶拍了张照片，手上那枚戴安娜传下来的蓝宝石钻戒在雾里亮得扎眼。等他走完最后一座斯诺登山，山脚等着的是威廉带着3个孩子，还有凯特的父母和弟弟，一家人上去拥抱的画面，直接把整个事件的温度拉满了。很多人看完只觉得励志，觉得王妃太拼了，可你要是真把这当成一场普通的公益打卡，那就太小看凯特了。这趟登山从时间选择、路线安排到后续发生，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，根本就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王室形象战，招招都打在要害上。第一层，这是一场干脆利落的健康谣言终结战，直接把舆论主导权攥回自己手里。从2024年凯特宣布患癌开始，外界关于她健康的谣言就没断过，一会儿说状态差没法复工，一会儿说王室隐瞒病情，各种阴谋论满天飞。换做别人，可能早就发声明开记者会澄清了，可凯特偏不，他遵循王室不抱怨不解释的老规矩，但又玩出了新花样，不跟谣言掰扯，直接用行动甩给所有人一个最硬的答案。一场24小时3峰挑战下来，所有说他身体不行的谣言不攻自破。更厉害的是，他直接完成了身份的逆转。之前大家提起他，第一反应是患癌的王妃，带着同情和怜悯。现在再提起，大家想到的是独自征服3座高峰的强者。他不再是需要被照顾、被同情的病人，而是能给别人带去力量的榜样。而且整个过程，他全程自己掌控节奏，自己安排训练，自己选时间出发，自己拍登顶视频，自己亲笔写长文讲感受，想说什么，想展示什么，全在自己手里，根本不给媒体断章取义、瞎猜造谣的空间。对比一下，梅根总喜欢对着采访倒苦水，长篇大论说自己在王室受了多少委屈，凯特这一手才叫高段位，无声胜有声，千言万语都不如脚下的37公里山路有说服力。第二层，这是精准卡位的王室全力保卫战，直接堵死了哈里办回归的路。这事的时间点卡得太妙了，正好是哈里那边疯狂放风要回国的节骨眼上，又是说想带孩子回来看爷爷，又是抱怨英国安保不好没法回，又是暗示想跟王室和解，半公职半自由两头战。先是6月初哈里安保官司终审败诉，4年拉锯战最终落了个全输的结局，连上诉的机会都没了。换做旁人，输了官司也就消停了，可梅根偏不，他直接把败诉变成了卖惨的新素材。紧跟着第二步就是打祖孙亲情牌，他们精准拿捏了查尔斯心软的弱点，隔3差5就放消息，一会儿说哈里想带阿奇丽丽回英国给爷爷过生日，一会儿说查尔斯很久没见孙子，私下里偷偷抹眼泪，还特意放出2个孩子画给爷爷的手绘，字里行间全是我们想回家，是王室不接纳的委屈感。他们算得很清楚，
查尔斯现在身体不好，最看重家庭圆满，只要他松口点头，哪怕只是允许孩子短期回国居住，那办回归的口子就算撕开了。到时候既能接着蹭王室头衔的流量，又能顺理成章要求安保配套，两头的好处都能占上。第三步更绝，他们早就跟 Netflix 谈好了新纪录片的初步意向，主题就打归家，王室血脉的选择。说白了，就是拍他们带孩子回英国的全过程，从祖孙团聚到故地重游，再到遭遇王室冷遇，怎么有戏剧冲突怎么拍。参考2022年那部纪录片首播就给他们带来超2500万美元的分成，这一次要是能拍上回国破冰的戏码，广告费、流媒体分成加起来，至少能赚3000万美元，刚好能填上他们自有品牌的亏损窟窿。毕竟现在他们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，Spotify 的播客合约2025年到期后直接没续约，平台高管还暗讽他们拿高薪不干活。Netflix 的1亿美元大合约也早就到期，现在只剩零散的项目合作，收入直接砍半。梅根力推的生活方式品牌 As Ever 更惨，果酱有机零食库存积压超2300万美元，网站流量连续6个月暴跌，连美国本土的网红圈都快不带他玩了。说白了，这次回国根本不是什么念及亲情，就是一场精准算计的商业自救，拿孩子当筹码，拿亲情当幌子，拿王室当流量密码，想逼着王室让步，给自己的商业版图续命。查尔斯心软，对着小儿子那点亲情总是拎不清，加上自己身体不好，王室人手确实紧张，难免有动摇的心思。结果凯特直接用这场行动给所有人吃了定心丸，王室核心这边根本不缺人，更不缺能扛事的人。你算啊，查尔斯国王身体抱恙，核心权力慢慢移交给威廉，凯特现在强势复工，公益公务一把抓，连极限挑战都能拿下，国民好感度直接飙升。再加上前阵子乔治刚跟着完成了第一次正式公务，小小年纪站在战机旁边有模有样，再过2年夏洛特也能跟上。威尔士一家4口顶起王室大半壁江山绰绰有余，哪里还需要哈利一个退了职的带着摄制组回来拍纪录片蹭热度。说白了，凯特这一场攀登相当于用实力告诉所有人，王室有我们守着，运转的好好的，用不着外人回来掺和。哈利那点想回来蹭特权分资源的小心思直接被堵得死死的，连舆论同情的空间都没剩下。更讽刺的是安保这事，哈利吵了整整4年，非要纳税人给他出公费安保，官司打了一场又一场，输了也不依不饶。说白了就是占着王室血脉，只想享受特权，不想承担义务。再看凯特，独自爬3座荒山野岭，全程没搞什么大阵仗的安保，就安排了一支专业山地救援队在山脚待命。人家是正经王室核心成员，未来的王后，也没天天把安全挂在嘴边要挟公众。两相对比，谁是真把王室身份当责任，谁是把身份当提款机，老百姓心里门清。第3层，这是慈善格局的升维战，把个人经历变成了推动制度的力量。很多人觉得王室做慈善就是走个过场，捐钱、露脸、拍照，刷一波好感就完事了。可凯特这一次根本没停在筹款的层面，他直接把目标对准了癌症全人照护这个方向，在亲笔长文里说得明明白白，癌症不只是身体的病，它会影响情绪、心理、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光靠吃药打针不够，还得有心理疏导、运动康复、社会支持。他要推动的是把这种全人照护变成英国癌症护理的国家标准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是要做制度层面的推动，是要真真切切改变无数癌症患者的生活。普通明星、王室成员做慈善，大多是锦上添花，凯特这是要雪中送炭，要从根上改善癌症患者的康复处境。这个格局一下子就拉开了，而且他的话自带说服力，因为他自己就是从癌症里走出来的人，他亲身经历过化疗的痛苦，体验过康复期的疲惫和焦虑，他知道病人最需要什么。他说走过治疗的路，需要的远不止药物本身，
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比100个专家说都管用。老百姓一看，王妃自己得过这个病，现在好了，还想着帮其他病人，这才是真共情，真的做慈善。他之所以有这个想法，全是来自自己的亲身经历。在皇家马斯登医院治疗的那段时间，他见过太多患者，手术很成功，化疗也做完了，却卡在了康复期。有人因为长期化疗陷入抑郁，有人因为身体乏力没法回归正常生活，还有人因为生病和社会脱节，连基本的社交都做不到。医护人员告诉他，至少60%癌症患者在康复期有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，可目前全英只有不到2%的医院能提供配套的心理康复服务。所以他这次筹来的所有善款，一分不剩，全都投进了皇家马斯登的整体健康康复中心。这笔钱会用来建专业的心理疏导室，开免费的户外自然疗愈课程，请专门的教练给患者做术后运动指导，还要做长期研究，验证身心结合的康复方案到底能多大程度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，不只是筹一笔钱帮几个病人，是要推动全英把个性化身心支持纳入癌症标准护理，让每一个患者都能享受到全周期的照护。截至挑战结束72小时，这次活动已经募集到超过420万英镑善款，远超最初的预期。英国卫生部都专门发声，称凯特的行动为全英癌症康复事业带来了实质性的推动。途中遇到的11岁轮椅男孩泰德，更是把这份温柔的力量体现得淋漓尽致。泰德是个骨癌患者，坐着轮椅在家人的陪伴下挑战3峰徒步，为重病儿童慈善机构筹款。凯特在半山腰遇到他的时候，没有站在高处摆出王妃的姿态慰问，而是蹲下来平视着他的眼睛。第一句话问的是：孩子，你冷不冷？他还笑着跟泰德开玩笑，说山顶雾太大，什么风景都看不到，这趟挑战有点亏本，一下子就把孩子的紧张感给消解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跟泰德约定会在斯诺登山的终点等他，还专门以私人名义给泰德的筹款项目捐了款，留言鼓励他：你才是真正的勇者。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共情是演不出来的。当年戴安娜王妃走进艾滋病人的病房，握住他们的手，打破了全社会对艾滋病的偏见。现在凯特蹲下来和轮椅上的孩子平视聊天，用自己的经历推动癌症康复体系的完善。两代王妃用的是同一种方式，放下王冠的重量，把自己放到和普通人一样的位置，用真心换真心。这里还有个特别耐人寻味的细节，凯特登顶的时候，特意带着戴安娜的蓝宝石戒指。另一边呢，梅根前段时间卖自家果酱，也特意戴了枚蓝宝石戒指拍特写，暗戳戳暗示自己和戴安娜关系近，想蹭婆婆的光环。可同样是蓝宝石，戴在不同人手上，味道完全不一样。凯特带着它，是带着戴安娜的慈善精神往前走。当年戴安娜放下王室架子，去拥抱艾滋病人，去地雷区看望受害者，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弱势群体。现在凯特接过这根接力棒，关注癌症患者的全人康复，把婆婆当年没做完的事接着做下去，还做得更细更落地。梅根带着她，是为了给自己的商品带货，消费逝者的名气，蹭王室的流量。一个是传承精神，一个是消费流量，谁真的把戴安娜放在心里，谁只是拿她当幌子，一目了然。当年大家说戴安娜是人民的王妃，因为她能走到普通人身边，有共情心，有烟火气。现在越来越多人说凯特是王室的定海神针，因为她走的就是戴安娜当年的路，而且走得更稳更克制。她不抢风头，不搞 drama， 就安安静静做自己的事，走着走着就成了王室最不能缺的那个人。还有终点的家庭迎接画面，看似是温情彩蛋，其实也是一部妙棋。等他走完最后一步，抵达斯诺登山山脚的时候，等着他的是一大家子人的拥抱。威廉第一个走上去，抱着他在耳边轻声说：我为你骄傲。路易王子举着自己画了好几天的超级妈妈手绘，踮着脚递到他手里。夏洛特公主早就准备好了热姜茶和干毛巾，细心地帮他擦掉脸上的雾气。12
碎的乔治已经像个小大人一样，默默接过妈妈身上的登山背包，扛在了自己肩上。凯特的父母和弟弟詹姆斯也都在，一家人围在一起，没有王室的排场，只有普通家庭的温暖烟火气。一大家人整整齐齐在山脚等他，画面又暖又稳。这传递的是什么？是威尔士家庭的稳定和幸福。王室最核心的根基是什么？是传承，是稳定。老百姓看着王储一家夫妻和睦，孩子懂事，自然就对王室的未来有信心。对比哈里梅根在美国，今天传婚变明天传事业翻车，家里那点私事全摆到台面上炒流量，哪边更靠谱，更能代表王室形象，高下立判。更现实的是，等查尔斯100年之后，威廉登基成了国王，根本不可能惯着哈里一家的性子。威廉是什么人？是把王室规则和制度存续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人。哈里当年主动退出公职，已经被划出了核心圈，他的孩子更不可能享受到核心成员的资源和待遇。到那时候，阿奇和莉莉贝特顶着王子公主的空名头，既没有王室的权力加持，也没有拿得出手的个人能力，只会越来越边缘化，和乔治三兄妹的差距只会越拉越大。而且前阵子凯特刚带着乔治完成了他第一次正式的王室公务，去空军基地露面，小伙子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。现在凯特自己又打出这么漂亮的一场公益仗，等于母子俩一前一后，一个接稳了下一代的传承，一个稳住了当代的明星。威廉在后面掌舵，凯特在前头冲锋，一家三口配合的严丝合缝，王室未来的路就这么铺得平平稳稳。威廉凯特带着孩子稳扎稳打，一步一个脚印攒明星，接传承，固根基，把王室的未来牢牢攥在手里。哈里梅根带着孩子远走他乡，靠消耗王室头衔换流量，赚快钱，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短时间看好像是自由潇洒，时间长了就会发现没有根的光环，风一吹就散了。其实回头看凯特嫁进王室这10几年，从一开始被说平民王妃靠颜值出圈，到后来生儿育女做慈善稳扎稳打，再到经历抗癌低谷，再到现在王者归来，她从来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，也没跟谁吵过架撕过逼，可走着走着就成了王室最不能缺的那个人。有人说她运气好，嫁得好，可哪里是运气好，是她拎得清。她知道王冠戴在头上不是用来炫耀的，是用来扛责任的，知道王室的身份不是用来索取特权的，是用来回馈民众的。他从不抱怨规矩多，反而在规矩里把事做得漂漂亮亮。他从不喊自己受了多少委屈，反而把自己吃过的苦变成了照亮别人的光。反观哈里梅根，总觉得王室规矩束缚了自己，总觉得全世界都欠他们的，拿着王室的头衔到处变现，一边骂王室一边蹭王室的流量，到最后路越走越窄，口碑越来越差，折腾来折腾去，除了一堆八卦热搜，什么实在的东西都没留下。有句话说的特别对，流量的潮水退得快，人心的根基扎得深。靠爆料炒出来的热度，炒得有多凶，凉的就有多快；靠一步一个脚印攒出来的明星，走得有多慢，站的就有多稳。凯特爬的是3座高山，更是王室成员的责任之山、人心之山。他站在山顶的时候，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力量，也给王室的未来踩下了最扎实的一步。王冠的分量从来不是靠解释来减轻的，而是靠攀登来证明的。当哈里梅根还在纠结为什么大家不理解我们的时候，凯特已经用一步一步的攀爬，给出了最无声也最有力的回应。这大概就是王室赢家和流量过客的区别，一个盯着眼前的恩怨得失反复内耗，一个向着未来的责任与方向稳步前行。路走得远不远，从来都不靠嘴说，靠的是脚下的每一步。你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评论区留言，别忘记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